你喝的奶油蛤蜊浓汤有多少蛤蟆呢？是真的充满蛤蟆，还是科技与狠活啊？不用担心，今天带给你满满蛤味的蛤蜊浓汤。欢迎收看《可以吃餐桌》，我是 Chris。自从教育部颁布了蛤蜊的正确读音后，每次用国语念蛤蟆都很尴尬。哎呀，不管啦，我还是念蛤蜊或蛤蟆了。蛤这个字呢，在台语念作ham，具体形容就是哈加 m 的尾音。在传统市场，概率可以分成大中小规格，所以跟摊主买蛤蟆，你要说你要大ham还是小ham，不是要你大声说蛤，这是属于战斗邀请。单价呢，也是越大越贵哦。那这个大小也不是绝对的，它是从每一批的蛤蟆采收中用人工去筛选大小颗，所以极有可能你这一次买的大蛤跟下一次买的大蛤大小会有落差哦。一样1台斤的蛤蟆，大颗的颗数少，小颗的颗数多，究竟买哪个煮汤最划算呢？嘿嘿，今天来做个实验，刷新你的印象吧。开始我们的残酷大考验了。这边我哥准备1公升的水来煮蛤蟆，然后都会放入2片姜、1颗大蒜，还有白酒，大约30cc 吧。好啦，等一下海水退了，就知道谁没穿裤子了。虽然我是很信任阿姨啦，但是为了求精准，我们还是称一下好了，毕竟这是要做实验嘛。首先小蛤来到的是598公克，而大蛤则是596.5公克。好了，水滚了，首先登场的是小颗的蛤蟆，下锅。维持大火，把蛤蟆打散，盖上盖子让它快速煮滚。那个计时器计时1分钟。好咯，很快就滚了。趁着蛤蟆刚打开最饱满的时候最好吃，赶快捞起来。接下来取肉，尽可能把背柱上的肉龙取下来哦，让壳不要有肉残留，这样得出的成果会更为精准。好啦，满满1碗蛤肉，倒点汤汁下去腌过，这样子肉才不会干啊。这颗载浮载沉的肯定是挂了，但是没关系，肉挖掉不能吃，壳留着就好。来咯，称看看小蛤的壳有多重。由于蛤蟆汤味道的主要来源是肉跟汁，所以我们只要把壳的重量扣掉以后，就知道肉汁有多重啦。这边是296.5，所以扣下来小蛤的肉汁重量有302公克，算多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蛮看好大蛤的。接下来轮到大蛤。哇，切，快点！来咯，见真章咯。虾米303公克，居然是小蛤胜出，虽然只小赢了8.5公克。我一直以为大蛤的肉汁率会更高啊，但是也对啦，拿起来比对一下，大小蛤的壳厚度也差太多了吧。这边顺便附上一张不重要的记录表格给各位参考。但是重量并不是绝对的哦，重点还是味道啊。右边是大蛤，左边是小蛤，你会看到小的颜色看起来比较浓浊。关于这一点，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啦：以一样的水量跟温度来说，举例这一次是1公升的滚水，越大的越接近圆形的食材，萃取出来的汤色越清澈；反之呢，越小越散越混杂的，萃取出来的汤色呢就越浑浊。那么颜色越浓，味道也越浓吗？眼见不一定为凭啊，直接喝吧。先喝小颗的，不错，就是一碗鲜甜的蛤蟆汤。那大蛤呢？哇，超浓！天哪，差太多了吧？太令人惊讶了，这没有做效果哦。大颗蛤蟆的汤，不论鲜度、甜度跟香气，都是完全碾压小颗蛤蟆的哦。要说有2倍也不为过。结论：大蛤胜。只是这1斤180的代价不小啊，没有错哦。顺便给你们参考一下我买蛤蟆的实价，因为拍摄时间接近中秋节，加上又有台风，种种因素掺和下，今年中秋的蛤蟆鹅啊特别贵。
像这个小ham是1斤120，这个大ham就是1斤180，可以说是斥资重本哦。蛤蜊浓汤的蔬菜一样优先选择三宝，当然也可以额外加点马铃薯。这种是属于巧达浓汤的做法，也就是材料煮完，额外再加奶油跟面糊去做增稠，也就是蔬菜可以任意发挥，又是一道很好的清冰箱料理哦。但这一次是以蛤蟆为主轴，有一样食材有特别推荐，那就是杏鲍菇。在我尝试过的食材里面，杏鲍菇切片，它的口感、咬劲跟蛤蟆最契合，也就是假蛤蟆肉。以假乱真，大方供应，果然是商用的做法啊。至于蔬菜量要怎么抓呢？拿出你要煮汤的锅子，我是希望汤料各半。那我们这锅汤大约会煮8分满，所以材料我们放1/3锅就够了。来西芹的老筋，目标是前面放厨余的那个tray，瞄准咯 ，say no， 老筋拜，老筋拜拜 ，yes。三宝全部切碎，大小不拘，依自己的能力就好。重点是刀工要整齐一致。杏鲍菇建议买这种 B 级的，也就是大概一个手掌大小，笔直而且完整，纵向开丝再切片刚刚好。厚度自己目测一下，大概跟蛤蟆一样就好了。全部切完，就得到很多假蛤蟆肉了。马铃薯这边大约半颗的量，如果你的马铃薯没有要马上煮的话，就先泡水。其他没有切完的部分一样也泡水哦，放冰箱保存，大约1周内用完。记得至少2天换一次水哦。教你们一个很不实用的小技巧，你们一定常在节目上看到我完成料理后，在上面撒一些绿绿的粉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干燥的巴西里叶，你可以买现成的，但是颜色香味就一般般。那如果要好一点，更接近圆形的话，价格又很贵。自己做很简单，首先你要买得到这种巴西里，一般传统市场比较少，去大型的批发零售市场就很多，而且它很便宜又轻称，像这样子一把才13块。洗完之后摘掉叶子，不用摘得太仔细没关系哦，粗的梗拔掉就好。再来用脱水机脱干，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，早上买完洗一洗，晾到下午干一点再用。拿一个瓷盘底下垫擦手纸，把叶子铺上去，再盖一张擦手纸，放进微波炉。一次按个30秒，这秒数仅供参考哦，每一家的微波炉功率不一样。像我这台是1150瓦的，提供你们参考。翻开底下看看，哎呀呀，底下湿一片啊，这说明水分有顺利蒸发了哦。总之就是间歇性的打微波，看到盘子里有积水就擦干，随着叶子的水分变少，微波的秒数也递减，直到叶子完全干燥为止。看吧，是不是超干？整个过程不用5分钟。而且叶子捏碎，细的梗自然就会挑出来了，所以我前面才会说叶子不用挑得太仔细哦。好啦，这就是厨师常常撒的那个绿色的叶子。如果我以前的学徒看到这个，肯定会很恨我。明明有这么方便的做法，干嘛还要手切啊？傻孩子，那是要你练刀工啊，嘿嘿。其实除了巴西里之外啊，很多用不到的叶子，譬如说西芹的叶子，挑起来也可以这样子做哦。鹿的做法之前都教过了，这边就简单提一下重点。首先，面粉要选用低筋面粉哦。再来是过筛，如果你手边工具方便的话，请过筛，这会让你跟奶油混合的过程更顺利。请不吝啬的选择发酵奶油，这会带来更迷人的香气哦。至于锅子，你要用平底锅或中华炒锅都可以，保持中火慢慢加热。搅拌的工具推荐使用打蛋器，直到奶油都冒泡之后，来面粉一口气下来，火稍微转小一点点，把干的面粉都拨进来。快速的跟奶油混合在一起，火力可以依照自己掌控的能力稍微大一点没关系，直到略微上色之后，你就可以决定在什么样的颜色程度起锅了。放在tray里面让它降温，之后油会慢慢浮上来是正常的，搅拌一下就好了。因为奶油在高温的时候流动性比较高，等到混合均匀，拿去冰箱降温之后，自然就会定型了。之前在龙虾浓汤那一集，我帮各位试出鹿跟高汤的比例为1:14。那为了更方便计算哦，我直接把高汤带入1公升的整数，所以1000除以14大约等于71点多。我们直接算整数70好了，反正你知道吗？做餐不用到这么精准啦，而且浓稠度因人喜好而定。所以1公升的高汤，你大约可以容许60到70公克的鹿。我今天就用70公克吧。现在鹿就是冷藏过后的样子，切一切就可以简单使用了。用搅拌棒打成泥状就可以了。你可以选择加水、高汤或者牛奶，当然你也可以像咖喱块一样直接丢进汤里面煮也可以。只是你如果像我这样子额外加，容错率就会高很多。
炒汤料你可以选择用奶油或者其他的油都可以。如果像我一样用奶油，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奶香味。三宝蔬菜先下，开中大火炒一炒。蔬菜刚下锅，水分蛮多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哦。大约炒个3到5分钟，观察一下状况，看颜色都透了，那就好了。马铃薯水倒掉，进来，杏鲍菇也进来，汤也可以进来了。最后底下一点点杂质，用滤网过滤掉。这些杂质 maybe 是一些沙子啊，或者是壳的外表。这时你可以丢一点综合香料，但是不要多，毕竟蛤蜊汤就是要让它清甜嘛。大概这样子就够了，一小撮。巴西里叶我就蛮推荐加的，它跟芹菜一样，都有蛮讨厌又清爽的香气，跟海鲜味非常契合，加一点吧。再来点白酒提个味，白酒蛤蜊嘛，有蛤蜊就有白酒啊，大约30cc 吧。盖上锅盖，煮滚转小火，大约煮10分钟。可以了，马铃薯有透就好。这一碗肉里面的汤也倒下去，肉先留着哦，最后下。再加个半匙盐，补正一下咸度就好。还有半匙糖，平衡味道。再来一点点的白胡椒粉，你要用黑胡椒也行啊，我个人比较偏好白胡椒。汤的味道没问题之后，肉就下来吧。然后就转小火准备加入。在保持小火，汤不在滚沸的情况下，一边搅拌汤，一边将入呈现涓涓细流倒进来。记得你在蒸稠的过程都要转小火。如果你加完了入，发现比原本预估的还要浓稠，这不用担心，补点水就好了。记得宁可补水调整，也不要补入，这是最有效率的补蒸方式。多煮几次，有经验的就能一次到位。入加完以后，要持续的煮，把温度升高，让浓稠度定型。最多像这样子，边缘开始小滚沸，就赶快关火了。这个时候的浓汤大体上就算完成了。OK， 味道都够了，汤的浓稠度、质感也都有了。把蛤蜊汤煮成浓汤就是这么简单。先决定味道的主轴后，选定食材，也就是今天的主角蛤蟆。再把这个蛤蟆煮成汤，提取出它的味道，再加入蔬菜，增加口感跟风味，就变成有蔬菜风味的蛤蜊汤啦。最后加入肉，改变质地，就变成了我们的浓汤。看吧，把架构拆解后，是不是就变得很容易啊？甚至呢，可以把它公式化以后，套用在其他的料理中。那这些公式呢，在我的线上料理课程都有详尽的教学哟，没有错。这边顺便工商一下我的线上料理课程，这个就是克里斯的万用料理公式课。我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都做这么详细的，还开什么线上课程啊？当然要开啊！那过往来在做 YouTube 节目啊，虽然每一集都很用心的拍摄，那其实啊，主题是发散的，没有经过系统化的整理。所以呢，在我的线上课程中，我把这些技术跟精华提炼再浓缩，浓缩再提炼。当你透过我的料理思路，知道我是怎么规划出一道料理，而且就算你在外面吃到好吃的料理，也可以知道怎么拆解哦，甚至回家就可以动手做出来。那在我的线上课程中呢，我规划出了5大主题的料理，教你从各种食材处理搭配适合的烹饪方式，让你能灵活运用食材拼凑出各种的料理。而且还会教你做好烹饪管理，让你下厨不再手忙脚乱。打开冰箱看到食材就有灵感。加入我的线上课程，掌握万用公式，你也可以跟我一样轻松自在做好料理哟，而且拍得很好看啊！没去对啊，还没煮完啊。如果你偏好有加 cream 鲜奶油的口感的话，可以在这个时候下。但是下锅前有个小提示，我今天的浓汤是料比较多，所以我的肉打得比较厚。这是为了让汤料更有悬浮感。这时候加入鲜奶油可能会让它悬浮在汤上面，所以它们会很难融合在一起，甚至会结块。解决方法很简单，拿一个碗，把鲜奶油倒进来，然后舀一点汤进碗里面，大约鲜奶油1半的量就好了。来哦，见证奇迹了！See，两者完美融合了吧？因为鲜奶油有35%的乳脂肪，它很浓，但是要遇上更浓稠的浓汤，你突然把这一坨奶油倒上去，想当然它也不容易化开嘛。所以解法就是把鲜奶油稀释，一点一点把汤加进去混合，让它的质地更接近浓汤，然后再倒下去，是不是完美的融合啦？试喝一口看看，酸啦，果然够邪恶够丝滑，才是我的奶油蛤蜊浓汤啊！俗话说，蛤壳出在蛤身上，你这么用心买了这么贵的大蛤，当然要留下证据，让客人发现你的用心啊！再来一把装模作样的巴塞利。
好啦，这碗真材实料、充满蛤味的奶油蛤蜊浓汤就完成了。蛤蟆越大颗，味道越鲜甜，价格却不可爱，特别是遇到台风就会有波动。但是我非常推荐你月初的时候掐着荷包买一次看看，你才会知道什么是货真价实的蛤味。真实的食材吃得越多，以后在外面就能辨是非、明真假。谁有没有穿裤子，一喝就知道。